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塔塔。前阵子吃太多蛋糕了，整个人都胖了一大圈。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减肥都是怎么吃的呢？早上我通常会煮2颗水煮蛋来搭配绿拿铁，先把鸡蛋清洗干净，加入100cc 的冷水。可恶，竟然跑掉了！给我立正站好。盖上锅盖，中火煮滚。煮滚之后，转小火慢慢的煮7分钟。等待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来做绿拿铁了。先把这些蔬菜都清洗干净。我今天不用苹果，改用葡萄柚。这是有机的萝卜叶，还有小黄瓜。随意的切一切就好。把2/3的小黄瓜放到调理机里面，剩下的部分就当成生菜。切葡萄柚我会头尾先切掉。葡萄柚白色的皮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记得要保留下来，不要切掉哦。很多人都切掉再打成蔬果汁，那样太可惜了。像这样切好之后，再切成块状。同样的，我会保留一部分直接吃，不会全部都打成汁。我蛮常在绿拿铁里面放青椒的，因为青椒对瘦身很有帮助。大概使用半颗的分量就够了，剩下的半颗呢就先保存起来，下次再用。切成丁状就可以了。这个萝卜叶拿来打绿拿铁也很适合哦，但是萝卜叶会有一点辣辣的，不要放太多。除了这些蔬菜之外，我还会放一些其他的生菜，这生菜都是无尘室栽种的，没有农药跟虫害。拿的时候手部做一下消毒，避免污染到清洗干净的蔬菜了。加一点冰块下去，口感会比较好。然后一点冷开水，大概90cc。好啦，这个就是我的早餐。一杯非常绿的绿拿铁跟2颗水煮蛋。萝卜叶真的太多了，有一点辣，下次还是要补一点小葱菜会比较好喝。喝绿拿铁的时候呢，不要整个咕噜咕噜的灌下去，最好就是像我这样一边喝一边咀嚼其他的食物。当我们咀嚼的时候，唾液就会开始分泌，唾液里面有消化酶，可以帮助我们肠胃消化得更好哦。所以进食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要多咀嚼几下。然后喝绿拿铁的时候也可以加1大匙的橄榄油进去打，不过我不喜欢调理杯里面有油，所以都是分开的。分开吃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品尝到橄榄油的风味，知道自己的橄榄油好坏。其实喝完这一杯我已经觉得蛮饱了。不过蛋白质还是要记得摄取，除了比较不容易饿之外，早上2颗水煮蛋也可以补充所需要的蛋白质。减肥期间蛋白质不能少，缺少蛋白质，减肥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哦。
好啦，这是我最后一颗蛋，吃完之后就要开始工作了。其实我没有吃午餐的习惯，通常工作的时候就不会想吃东西。如果觉得饿的话，我有时候会炒一盘青菜来吃。炒青菜的方式很简单，我不会用大火快炒，开中火加热就可以把油倒进来了，大概热锅1分钟左右，润一下锅。等锅子稍微热了，就可以把蔬菜放进来了。然后加入一点水，盖上锅盖。龙须菜的话大概是2分钟，其他的蔬菜就看状况做时间的增减。现在把盖子打开来搅拌一下，加入一点盐巴、白胡椒等调味，然后再盖起来焖30秒左右。现在再打开来搅拌一下，盐巴也差不多充分溶解了。我很喜欢吃这样简单又清爽的蔬菜，简单炒一下，中午就解决了。因为不是很饿，所以通常不会特别准备米饭。不过气泡水是一定要的啦。自从开始喝气泡水之后，就每天越来越爱喝。因为没有糖分，所以可以很放心的喝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会觉得我每天吃的好无趣哦？其实呢，我一直都是吃很简单的，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研究怎么做出好吃的料理给老公跟孩子们吃。这一块呢是昨天剩下来的豆腐，加一点柴鱼花跟一点酱油露，就是好吃的凉拌豆腐咯。有时候不想增加盐分的摄取，连酱油我都不想加了。有些人在减肥的期间呢，会拒吃水果，不过我觉得饮食要均衡，水果适当的摄取是必要的。像是我早上打绿拿铁，有些蔬菜比较偏凉，这时候呢就可以在饮食中摄取一些比较温补的，像是胡椒跟姜，我就很常加在菜里面。还有荔枝跟龙眼也都是属于比较温补的，可以适当的摄取一些，平衡一下。接着呢就是我的晚餐，我自己吃的是鸡胸肉，其他人主食吃的是牛排跟鲑鱼。鸡胸肉在比较厚的地方划开一下，这样厚度会比较一致。然后我们再来帮鸡胸肉调味，一点盐巴、糖、白胡椒粉，然后再一点清酒，清酒有去腥跟软化肉质的功效哦。稍微的抓一下，大概像这样先静置15分钟左右。今天还是准备秋葵，大概滚水下煮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捞起来后放到冰水里面冰镇一下。秋葵以前我也不敢吃，不过我女儿很喜欢，我也学着慢慢的喜欢。多煮剩下的部分可以放到冰箱，明天打绿拿铁哦。这时候呢，鸡肉差不多腌制好了，锅子里面加入900cc 的冷水，然后把鸡肉放进来，
从冷水开始煮，要用中小火慢慢的加热。煮几分钟后，先翻一下面，让受热均匀一点。大概看到汤水下面开始有滚动的样子，就可以关火咯。现在盖子盖起来，焖3到5分钟。这时候呢，麦片饭已经煮好了。现在鸡胸肉也焖好了，确认一下熟度，然后把煮熟的鸡胸肉放到冷水里面，先降温一下。这时候抹一点山药泥涂在饭上，不要觉得这样吃很奇怪哦。我去吃炸猪排的时候，店家都是麦片饭配山药泥哦。这个剩下来的山药用保鲜膜包裹好，下次可以再用。现在把山药泥铺在饭上，你可以加一点炸猪排酱拌一拌，就很好吃咯。这个鸡胸肉已经不烫手了，用手把它撕成鸡丝。哇哦，你看，超级嫩口的鸡胸肉，我家女儿特别喜欢吃我做的鸡胸肉呢。然后把这个秋葵呢放到饭里面。其实我吃的比较简单，除了鸡胸肉之外，你还可以烤一些鲑鱼或者是牛肉，这样吃起来会更丰富哦。我减肥嘛，加一点酱油露调味一下，还有中午剩下的半包柴鱼花。鸡胸肉拌一点黄芥末酱也很好吃哦，再打一颗蛋黄其实会更好吃。不过我早上已经吃过2颗鸡蛋了，就简单一点，像这样搅拌搅拌就 OK 啦。我以前不太喜欢吃山药泥，不过我女儿特别喜欢吃这种黏糊糊的东西。后来我发现，其实山药泥还有秋葵对肠道的代谢非常好。哇，你看这个鸡胸肉这么嫩，拌一点黄芥末酱或者是芝麻酱就很好吃咯。好啦，我要继续练习吃这个黏糊糊的山药泥饭，看看我会不会瘦呢？我除了一整天都得站在厨房里面工作之外，还要常常骑着单车去采买。自从我有这个按摩枪之后，晚上睡觉前都会帮自己大腿、小腿按摩一下，尤其是这边，按摩过后晚上都比较好睡。我的妈呀，肥肉都弹起来了！现在呢，换一个按摩头来按摩穴道。大概膝盖骨下来四指的位置有一个梁丘穴，对肠胃比较不好的人很有帮助哦。然后位于膝盖骨下来3寸的位置是足三里，也是可以强化消化系统。你可以像这样在骨头跟肉的中间地方顺着按下来，小腿会舒服很多哦。脚底这边凹陷的地方呢，也有一个涌泉穴，这边可以按摩一下，晚上会很好睡哦。我觉得对脚肿胀也很有帮助哦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大家对于这样生活的影片感觉如何呢？喜欢或者不喜欢都可以留言告诉我哦。那就下次再见。拜拜。